某一天，你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工作流，把它下载下来，拖进 Comfy UI 的界面，你就会发现它打不开。这些红色的缺失节点，也许就是你第一次接触 Comfy UI 时的拦路虎。看完了今天这期视频以后，你就再也不会被它所困扰了。我一个不会画画的设计师，也是那个立志做让你能学会的教程的人，我就是奎叔。Comfy UI 入迷系列的第2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初学者玩 Comfy UI 必须学会的一件事情——装节点。你可能好奇 ，Comfy UI 里不是已经有很多节点了吗？其实除了这些原装节点它还可以安装一系列由各路开发者们自己设计的节点，来为这个灵活开放的系统赋予更强大的功能。这些额外的节点就被我们称为 Comfy UI 中的自定义节点。至于 Comfy UI 就像是外部 UI 里的扩展和插件，想实现基本绘制以外的各种境界功能，都得靠它们。在 Comfy UI 里也是有许多功能强大的自定义节点，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包括超分放大、智能构图乃至视频的生成在内的各种原版没有的功能。使用体验变得更加舒适。举个直观的例子，在商城时加载多个 load 软模型，如果使用纯自带的节点，你只能像这样调出一个个单独的 load 节点，然后再把它们串接到一块。但一些自定义节点就提供了类似的批量加载在一个节点里，就能调用模型，甚至是把它和大模型提示词等捆绑在一起去输出，让工作流变得更高效简洁。正因如此，许多高手设计的工作流里都囊括了一系列复杂的自定义节点。但在本地运行这些工作流时，你的电脑上也必须安装有相同节点，否则就会像开头展示了一样报错丢失。但其实碰到这种情形，只需要按一个按钮，这些键就可以被完全自动的一个个对号入座了。你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吗？今天这期视频目的就在于带领你全面的了解 Copy 这个自定义节点系统， Cloud 以及 Copy UI Manager 等方式安装管理节点的全套方法。同时，在这期视频里，我也会为你推荐一系列非常受欢迎的自定义节点组合，来帮助你升级你的 Copy UI。如看完了以后感觉有所帮助，请别忘了回来一键3连哦。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节点安装方式开始讲起吧。在 ComUI 里，节点的呈现形式是这样一个搭载了各种功能与选项的小窗口，但它的本质是一长串由开发者们辛辛苦苦编写出来的这些代码文件，通常被存储在网上的一些代码托管仓库以及 repo 里面。我们在分享 Comfy UI 的节点或 Web UI 的库存插件时，就是这些代码文件的仓库地址和 Web UI 的架构类似。Comfy UI 的本地根目录下也有一个专门存储自定义节点的文件夹，就是这个 Custom Nodes。你只需要把这些代码文件下载下来，放在这里就能实现节点的安装了。怎么下载呢？有2种办法。第一种有编程基础的朋友们会非常熟悉，就是 GitClub， 它需要你的电脑上安装有 Git 这个软件应用，可以在它的官网下载。我在视频下方简介区的网盘里也放了一份安装包。安装完毕了以后，在 Cosmonaut 这个文件夹的地址栏里输入 cmd， 敲回车调出命令行，再输入 get clone 的命令，后面加上节点的代码仓库地址，敲回车就可以开始下载了。看到这个提示，就代表克隆已经完成。再到文件夹里看，就会出现一个装着节点文件的文件夹，节点就算安装成功了。第二种方式，则是在仓库页面里，通过选项直接将代码文件打成压缩包，然后再解压到这个文件夹里。2种方法安装完新节点以后，再通过 Run 重启控制 UI， 和为比 UI 的插件一样，启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根据节点需要安装一些依赖文件。安装完成，进入界面，你就可以在右键菜单里看到那些新节点了。我建议优先使用第一种方法进行安装，因为通过 Git 下载下来的节点会记录它的仓库和版本信息，在日后可以通过 Git Pro 等命令动态更新。下载压缩包的形式置入的节点是离线的，如果有新版本需要手动再去下载，推荐只作为第一种方式行不同时的备选方案来使用。安装的过程中，因为网络原因可能会碰到一些连接超时的问题，在简介里的资料文档中附上了解决方式，记得一定要去阅读。对于程序员朋友们来说，这个过程再简单不过了，但在和我一样连代码都没超过几行的小白用户们的面前，恐怕还是有些复杂了。另外，我们在导入工作流失缺的节点往往不止1-2个，要一个个这样下载下来，也太麻烦了吧。所以开源社区的开发者们就发明了一个专门用于管理 Comfy UI 节点的工具，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隆重介绍的 Comfy UI Manager。Comfy UI Manager 是一个由 Dr. LT Data 开发，没错，它其实也算是 Comfy UI 的一个节点，但提供了一系列下载更新、管理其他自定义节点乃至 Comfy UI 本体的功能，是现在几乎每一位 Comfy UI 用户都必装的一个节点。它的安装很简单，你只需要按照刚刚我们介绍的方式，把它的仓库地址复制一份，然后 Clock 进自定义节点的文件夹里，就可以把它安装到你的 Comfy 里了。如果你顺利装上了，那这估计会是你最后一次用这种方式安装节点了。安装完毕后，重启 Comfy 界面和原来似乎没有大的区别，角落的菜单里多了一个 Manager 的按钮，点开它，这就是 Manager 的功能菜单界面了。这个 Manager 有什么用呢？来聊聊它最常见的2个用途。首先是搜索安装节点，点击中间菜单最上方的安装自定义节点，它会从在线地址加载一个包含了几乎所有开发者开发的自定义节点的节点列表。没错，就和我们在 Web UI 常用的扩展安装列表一样，在这个列表中，你就可以自由搜索并安装你想要的节点了。
在右上角输入节点名字，点击搜索，你就可以筛选出符合需要的节点。右边会展示它的基本介绍，点击最右侧的 Install 就可以实时安装。安装的过程本质上还是在命令行里为你去执行。而当它完成以后，原来的按钮位置会变成已安装的样子。3个按钮分别对应节点的更新、暂时性禁用以及卸载删除。和刚才一样，安装完了以后，一般也需要重启整个空 V。Manager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快速选项，到下面点击跳出的重启按钮，再确定，等待重启完毕，你需要的节点就安装上去了。当然，这还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很多人喜欢 Manager， 是因为它具备一个极度让人舒适的功能，自动安装缺失节点。当我们拖进了一个包含很多复杂自定义节点的工作流时，会满屏飘红，对吧？不要紧张，和刚才一样，打开 Manager 的标签，点击中间第2个选项安装缺失节点，它就会自动读取你当前打开的这个工作流里缺失的那部分节点的名称，并且和列表里已有的节点选项做匹配。想让这个工作流顺利跑起来，只需要像刚刚一个个的点击安装这些节点，把它们都装上就可以了。一个节点安装完了以后，你可以继续安装下一个，直到把它们全部安装完，再点击下面统一重启。如果你一次安装了比较多节点，那这个安装依赖的过程可能也会比较漫长。顺利系统以后，刚才缺失的节点就会全部显示出来，都不红了，我们的工作流也就可以顺利抛起来了。除了安装节点以外，还为空气 UI 提供了一系列增值功能，例如左侧这里的预览方法选项。可以在采样器生成时提供实时的预览进程，就和 Web UI 里一样。下面的这个徽章选项则可以帮助你显示节点运作顺序和内置的标签，可以用来判断它属于哪个自定义节点组件。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节点安装的基本姿势了吧？但光是 Manager 里收录的节点个数就有600多个。这些节点里，我到底要装些什么，才能帮助我更好的在 Compute 里体验 Stable Diffusion 的乐趣呢？为此，我也整理了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自定义节点，你可以试着用刚刚学到的方法安装起来，用它们武装你的 Compute。要怎么推荐呢？不如就从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和功能开始吧。这里面排在第1位的应该就是汉化 Comfrey 的原生界面是英文的，不过这些自定义节点里其实也有专门的汉化补丁。目前最多人使用的应该是由辣椒酱老师团队开发并维护，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译者共同完成的这个汉化项目。把这个节点安装下来，随后在侧边栏上找到一个齿轮小按钮，点一下会展开 Comfy Y 的设置菜单，在菜单里找到这个翻译语言选项，切换为中文，你的界面就被汉化过来了。这个翻译不光支持简体中文的版本，还支持繁体中文、韩语、日语的选项，并且支持了一系列受欢迎的自定义节点的内容。有了这个节点以后 ，Comfy UI 探索之路应该会轻松很多了。但我猜你也有可能更习惯英文 UI， 或者是希望在对照一些教程检索节点信息时使用英文来提高效率。节点在侧边栏上设置了一个切换语言的按键。击一下就可以让界面在2种语言间来回切换了，解决了汉化问题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和绘图相关的一些功能。在使用 Webby 时，很多人应该都用过这个提示词自动补全的功能，方便呢，对吧？在 Comfy UI 其实也有节点可以帮助你实现类似的功能。要安装的这个节点叫做 Comfy UI Custom Script， 把它安装下来以后，同样在刚刚那个设置菜单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本补全的选项。选启用，再到下方点开自定义语句，点击加载按钮，从远端读取一套默认的词库标签就可以生效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方向键上下切换选项，敲回车、快速之路，就像是一个输入法一样。对了，如果你想要用 Nginx 或 LoRa， 也可以在这里面用类似这样的格式快速补全。但注意，因为 Convey 并不支持通过提示词补去 LoRa， 所以它也要和一些其他的节点搭配使用。不过提示词也是需要以英文来书写的，对于会读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初学者而言也挺头疼的。有没有可能连提示词也汉化了呢？在空里外里，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下载这个由开发者 ElectPad 制作的翻译界面，在你安装完一个新界面以后，如果想要快速找到它，可以在操作区域的空白处双击一下，就可以调出一个可以输入文字的搜索菜单，输入 Translate 就可以看到这些翻译界面了。它可以用来替换工作流里 Clip Text Encode 这一环，把两头的 Click 和 Conditioning 重新接到它身上，直接在这里输入中文的提示词，默认的参数会自动检测语言并翻译到英文，就帮助我们把中文描述的内容画出来了。这个节点是在线调用翻译服务的，所以有时候会面临网络连接的问题。如果你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使用这个纯本地进行翻译的 Argos 翻译界点，或者通过这个 Deep 翻译界点切换不同的翻译引擎，定义更多和翻译服务相关的参数。但我猜很多时候你在 Web UI 里的绘图提示词都不是自己写的，除了网站上抄的，还有通过 Tag 一类的插件反推出来的，对吧？对于很多资深用户而言 ，Tagger 是工作流里必不可少的一环。小的是 Coffee UI 里也有 Tagger 系列，就是出自刚刚这个 Custom Script 的作者
者大佬之手，用图片加载器给它输入一张图片，它就可以在运行工作流的过程中智能反对提示词，然后再把提示词输出给后续的节点。注意反推需要下载一些额外的模型，如果自动下载失败，你可以手动将它们下载并改名，放进节点文件夹的对应位置。具体请参考教程的资料页。但你注意到了吗？这个输出的提示词格式有点特别，叫做字符串，好像没法直接对进 clip 或者正负面提示词的接口里。那怎么用它来生成呢？仔细看，我们右键单击一下输入提示词的这个 clip 在选项里有一个转换为输入的选项，它可以把节点上那些需要通过手动设置或者输入的选项单独转换为一个接口，从而让它具备接收外部信息的能力。点下去以后，那个可以输入的文本框就不见了，但多了一个文本接口。再尝试连一下字符串，是不是就可以接进来了？当你解锁了这个玩法以后，你会发现写提示词好像就没有那么困难了。我很喜欢的另一个节点叫做自动负面提示词，可以用来生成负面质量的起手式。把这个节点用类似的方法接进负面词的文本端构里，再将增强负面参数调成1，你就可以实现全自动化的提示词运作了。你会不会觉得中间2个编码器窗口有点多余呢？因为我们在它们身上已经没有要操作的部分了。那就再教你一个小技巧，当工作流里有连好的线但不需要操作或者参数相对固定的节点时，你可以点击一下它左上角的这个小圆点，把它折叠起来，让工作流看起来更加简洁。放心，只是隐藏了一些参数，不会影响它发挥作用的这些节点还挺有趣的。不过嘛，很多节点开发者会基于自己的需要，将一系列实用的工具整合进一个项目仓库里。所以在前面那些基于单个功能开发的节点之余，方法 UR 里还普遍存在着另一种多合一的自定义节点。为了和单个的节点做区分，我通常把它们叫做节点包。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应该就是 Manager 作者开发的这个 Impacts 节点包，它包括了共计130多个在不同方面发挥功能的节点，是公认的全能节点包之一。你在各种不同场合面临的机会用到的各种工具，它似乎都能帮你考虑到。举个例子吧，这是一个用默认节点搭建的高清修复工作流。因为高清修复的本质是在生成一次放大尺幅，再重新进行一次采样，所以你会看到2个 K。这个时候，从模型加载器里拉出来的 model 以及文本编码器转化完以后的坑都被反复拉了2遍，它们通常是会被一起使用的，但血腔上又是分离开的，这就导致每新增一次生成都要重新再拉一次，这么多条线，操作麻烦，太容易乱。不过在 Impacts Pack 里有一种特殊的 pipe 式的 sampler， 就可以让我们的操作变得更加轻松。pipe 其实是一个编程里的概念，代表一种进程间的单向数据流动。和普通的 sampler 放在一起对比，你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这个 pipe 版本有什么不同。它将正负面条件和模型整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叫 Basic Pipe 的新接口。它需要另一个叫做 To Basic Pipe 的节点提供数据来源。如果你想构建一个包含类似的连续多次生成的工作流，你只需要把模型和提示字写好，然后统一接进这个 To Basic Pipe 里面，然后在右边再拉一根线，就可以让这个 Sampler 开始工作啦。后续每新增一个 Sampler， 就只用多拉一根线过去。它的右边还提供了额外的输出端口，可以帮助我们非常轻松的将 PIP 导入到下一个采样器里，并分出了一个 V， 这样在转码出图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跑大老远。从开头的模型加载器拉线过来了，工作流是不是变得简单清晰多了？这只是 Impact 节点猫的冰山一角，它还囊括了诸如语音识别、蒙版分割、面部修复等在内的一系列使用功能，来帮助你实现很多与 Web UI 中的热门插件，比如 Segment Anything After Detailer 类似的。而除了 Impact Pack 以外，作者还开发了另外一个叫做 Inspire Pack 的2号节点包，在 Comfy UI 玩家群体里也非常受欢迎。保守估计，目前市面上有1半以上的 Comfy UI 工作流应该都会用到它们中的起点。因为篇幅原因，今天没法确切的一个个去说明它到底该怎么做。但如果你对它们感兴趣，就和以往一样，在屏幕上敲个1，来预定一些更为深入的教程吧。通过这个 Pipe 的例子，你也可以看到有许多节点是致力于辅助我们的生成和工作流搭建过程，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的。既然谈到了效率，就不能不介绍另一个大名鼎鼎节点包 Efficiency Notes 效率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节点的作用，它里面的各项功能就是致力于为咖啡 UI 用户提供更加高效且更加贴近 AQY 的使用体验而设计的。这个 Efficient 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它的2个核心组件就是对 Efficient Loader 和 Efficient Sampler。Sampler 看上去好像和原版差不多，但你会注意到它的种子按钮被做成了和 Web UI 里类似的样式，左半边和右半边控制随机或者是复用上一次的种子。它在右侧也提供了一系列对应的输出接口，可以让连续多次生成的工作流变得更加有序。而 Efficient Loader 就厉害了，把 Checkpoint Y 提示词、Clip Skip Latent 宽高和批次数量的选项都整合到了一起，甚至还留了一个 Lower 的位置。也因此借助 Efficiency Notes， 你可以用4个节点就完成一次基本的文生度过程，真的好搞笑。
而我们一开始示范的那个一次性加载多个 loader 的节点，也是 efficiency nodes 的一部分。注意到 loader 的左侧还有2个选项，它们分别用于 loader 和 control 点的堆叠加载，可以让这些附加网络的使用过程也变得更加高效。同样，今天我们不会展开叙述，不过很快我们在下一节课里应该就有机会做更详细的讨论了。还有很多节点致力于润物细无声的优化我们在 Comfy UI 里的各种体验，就比如刚刚我们已经安装了的这个 Cosmic Script 系列。没错，它也是一个节点包。它的开发者5个 S 老师名字里的 Python， 除了那个大家都认识的编程语言，也可以被翻译成蟒蛇，所以它开发的节点和涉及到的功能选项里都会有一个小蛇的一模型符号。刚刚讲过的提示字母全只是它功能的一小块比较实用的功能。在设置菜单里，其中就有一个设置图像面板位置的选项。这个图像面板是通过设置按钮旁边的另一个按钮来展开的，有点类似于我们在 WebUI 中常用的图库浏览器一样。被读取最近生成了一系列图片，点击左上角图标，还可以设置缩略图的大小。它的默认位置是在界面的下方，但通过节点的设置，就可以把它移到上下左右的任何一个方位，或者是设置图片的陈列顺序。右键菜单里塞了几个隐藏功能，例如节点的锁定，被锁定的节点角落会有一个小锁头的标志，无法位移，适用于固定节点的版面位置。还有自定义颜色，上一节课里我们也尝试过借助 Color 的选项来给节点改颜色，从而实现节点的区别和分类。默认的颜色其实就不到10种，但安装了 Custom Script 以后，你可以用它调出 RGB 把任意一种颜色涂到节点上，增大了编辑的自由度。而它提供的这一系列节点，其实功能都比较玄乎，我很难和你描述它有多厉害，但就是挺有用的。比如我最常用的一个展示文本，刚刚你其实已经见到了很多和提示词有关的节点。输出文本串以后会直接进入商城流程里，但如果你想在这个过程里顺带看看内容，就再接触一根线连这个节点，还有一系列和它类似的节点，例如 Preset Text 可以管理文本预设 ，Set Text 可以把反推的提示词保存成 TXT 文件，还有这个 Place On， 你只要把它串接在一个工作流的结尾，和接收成品图片的节点并列在一块，就会在生成结束的时候用一个清脆响亮的来提醒你它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节点包在很多边缘地带植入了很多富有灵性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让 Coffee UI 变得更有用，也更有趣了。还有很多配件多、功能强的节点包是我们今天没法一次性介绍完的。这里我也再列举几个，比如 Conferro Studio 的自定义节点 WAS Noteshows RG3 的节点包，此外还有一些包含多个节点的专项工具包，例如做动画的 Anime Devo 风格迁移的 IP Adapter 以及其面部修饰的 Reactor， 在你有对应需求时都是非常值得装上一份的。你可以在这个 LT 老师制作的自定义节点列表页面查到所有可以安装的节点介绍与他们的项目页。在你物色一些新节点时，不妨输入一些关键词进去搜一搜，一般都能搜出功能相近的节点来。而关于每个节点的具体使用方式，也是我们没法在1期2期视频里梳理完的。但每接触一个新的节点包时，我都会建议你仔细研读开发者写在项目介绍页面上的说明。一些项目还会就节点的使用给出专门的教程和工作流示例，这些都需要你花上一些时间去探索挖掘。不过你也可以完全不用费心自己去搜集节点，因为咖啡 UI 里的节点需求其实是跟着工作流走的，而这些备受欢迎的节点也是市面上许多工作流创作者们一定会去用的。在使用各种地方搜刮来的工作流时，你很大概率会把它们都装个遍。就比如我现在的 Confluent 文件夹里就躺着很多我用着非常舒服，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来的，甚至不知道它们出自哪里的节点，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大佬喂饭了。但无论是去运用一个工作流，还是自己设计一个工作流，最基本的单位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装节点是我们必修的第2课。同时，从这些推荐节点的功能和应用方式里，我相信你一定看到了空腹 UI 的一些特点和魅力所在。它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位开发者都可以借助它实现一些自己想实现的东西，从而造就了目前 Coffee 节点生态的百花齐放，也才支撑起所谓工作流时代的无限可能。作为用户，我非常感激这些富有创向、怀抱热情的节点开发者们。如果大家得到了这些节点的帮助，也不要忘了在项目的页面点上一个 star， 它就相当于 Guitar 上的一键3连，我猜也会是大佬们制作下一个节点最大的助力。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期我们会在各种实用节点功能的基础上，拆解分析包括放大重绘、LoRa Contract 等在内的各种典型应用工作流，从而帮助你灵活的驾驭它们，100%释放 Coffee UI 的潜力。如果讲解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别忘了也给这个视频一个小铃铛。这里是奎叔，感谢您看到最后，我们下期见喽，拜。